从头到尾你们就不相信我们俩，是吧？你非要把我们俩撮合在一块儿，是吧？行，我满足你们啊！从今天开始我们在一起，我们牵手成功了，满意了吧？哎，什么？哎，翻翻，你翻翻。这个是你们逼我的！哎，闹什么呀？你给我下来！你要不信，我现在就给你打一架。行啊，这个是规则。凡凡，要不要给你热杯牛奶？哎，这晚上喝牛奶容易拉稀。哦，那我可以下碗馄饨吧？啊，刚吃完饭吗？还吃啊？好，那这样我给你和磊儿，除非你问蜂蜜水。不，哎，妈，不用。你为什么大晚上非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干？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啊？凡凡，妈妈给你道歉，妈妈不该打你，不该给你吼，老急于求成，老发脾气，对你没有耐心，是妈不好。其实妈每次都不想动手，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绪。我知道我不是个好妈妈，我不该这样对你，我向你道歉，凡凡，我以后保证再也不动手了。我是一个凡凡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以后努力改。这不哭了，没事啊。我好后悔我动手打你，我不该动手，我也不该急。你以后提的这些正当的要求，我全都答应你，只要是正当的要求，我都答应你。我向你保证。这什么都答应啊？那我要去艺考，你答不答应？你问一件事情。那我还是去学习吧。哎，不哭了，啊，没事啊。那你原谅我了。我原谅你了啊。妈妈一定会改变的，相信我。这还挺好吃的。您的蒜蓉虾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尝，趁热吃啊，这可好吃了。这个蒜油啊，它不是拿椰子油做的，很健康。拿面包蘸着吃才好吃呢。来试试啊。试试。对。怎么样？很好吃吧？来，尝个这个啊。妈，您今儿怎么突然想起来带我下馆子了？也没有突然呀。嗨，没事嘛，出来放松放松不是挺好的？但是您之前不是一直说这外面食物不健康吗？肯定跟家里比起来，那个卫生啊、健康啊都没法比。但是这家还行，偶尔出来吃一次没关系。妈，那个您晚上回去的时候帮我再看一眼期中卷子呗。哦，那天不是讲过了？但是我那最后一道大题第4问我还是有点不明白，你再给我讲一遍吧。那你前头的都明白了吗？那就行了，不着急，明天再说吧。其实啊，第4问的那个也不是基础题，真要考试遇见了不会做，就干脆放弃吧。干嘛那么奇怪的看着我呀？哎呀，好不容易出来吃趟饭，咱都放松放松啊。一会儿还想着带你逛逛街，看着条裙子，想让你试一下去。回去咱看韩剧，好不好？我出门时候已经下上了。还看韩剧？我们一起看。你还记不记得去年冬天，咱俩钻一个被窝里面，我在里面看那个1988，还记得吗？您不是一直说高3时间争分夺秒？突然这样，我不太明白。是高3得争分夺秒。妈妈这段时间好
好好检讨了一下自己。我觉得前段时间无论你是没有心情上学，还是考试排名不好，其实说到底还是妈妈的教育出了问题。妈妈是下决心想改变自己。以后呢，咱们这样，只要你的学习都完成了，你想休息也行，想去看看什么韩剧啊、美剧啊，玩乐高也行。哎，你就是想去天文馆，其实也行。当然，前提还是得把妈妈给你制定的那个复习计划做完。你看这样行吗？妈，您不用这样，这高三时间就剩一半了，我其实真的没有心情玩的。不，我觉得妈妈是以前对你有点严苛了。你看你爸哈，虽然他一身毛病，但是他对你真的是没得说。所以妈妈应该向他学习。他性格就比较放松，你跟他在一起也会觉得比较松弛一点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平衡一下。对，中和就是可以平衡一下，也不能老学习。虽然说他毛病多，但是他也是有优点的。我以前总是去其糟粕，却没有看见他身上的优点。你真这样想的？我当然这么想啊。我是觉得自己之前做的都挺不好的，才会给你造成这样的困惑。我希望以后妈妈也能像爸爸那样，他怎么对你，我也怎么对你。我也希望你怎么对爸爸，也愿意怎么对妈妈。有什么心里话，都能开诚布公的跟妈妈说，好吗？妈，其实我觉着吧，您和我爸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，你这想法也是南辕北辙的。我知道您是想对我好，其实您真的不用强迫自己去学他那一套。不，他那一套，您不是之前也一直看不上吗？哎呀，我也不是看不上，他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掌握不太好那个度，就过犹不及了。但是你爸爸身上真的也有他的优点呀。再说了，他要是什么优点都没有的话，我当初也不会跟他在一起啊。那哪还有你啊？是不是？反正我就是希望以后妈妈要做的不好，你能提醒我，好不好？这样我们将来才有更好的交流啊，好吗？拉钩，拉钩，盖章，盖章。说好了啊，说好了。来吃，给你盛点蒜泥吧。妈，蘸的这个，您先等一下，我先说一个呗。啊，其实吧，我特别不爱吃蒜蓉。你不爱吃蒜蓉啊？有股怪味儿。那你以前怎么没跟我说过呀？嗨，哎呀，那不吃，来不吃。哎，不瞒你说啊，其实妈妈很喜欢吃蒜蓉的。妈妈这不是怕吃了以后口气不好，你不喜欢吗？才不敢吃的。哎呦，您吃呗。真吃了？我又不会嫌弃您。来，哎，帮您多蘸点。你吃。好，我吃。好吃，香哈。哎呦，真香。怎么不爱吃呢？会不蘸的好吃，可得其所。咱这样多好啊！有什么事说开了啊？说开了，对。你说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说。那我就是，哎，还是算了，好尴尬呀。为什么呀？说呀！怕什么？说，我保证不生气，保证，好不好？那我说了啊。我说，我就想跟您商量，我挺想参加南京大学的冬令营的。算了，您当我没说过吧。
我是这么想的，他们这次在深圳，然后我如果去参加的话，您正好可以去香港玩一圈，是吧？哦，冬令营是吧？其实，家长群里面早就通知了，为这个呀，我特别认真的研究了几天。这冬令营对自招录取确实是有帮助的，所以你要想上的话，我肯定支持你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更有针对性的来选择一下。首先还是应该选择咱们北京的学校吧。你看清华、北航，就都可以选呀。我还是想试试南京大学。南京大学实在是太远了，将来我们又不考那儿，那上它有什么意义呢？是不是？你要在北京选一学校，我觉得又省时间，换换脑子，妈妈肯定支持啊。哎，服务员，你好，我们点那个意大利面还没好啊？哦，稍等，我去看一下。谢谢。英子啊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各退一步。妈妈呢，以后肯定会向爸爸看齐，然后让你后面的学习生活更加宽松。但是，南京大学咱就别再想了，好吗？行了行了，好好吃饭啊！哎，吃完了我还说带你去试一下那条裙子呢。你还真是啊，很少穿裙子，现在整天穿校服，像个小男孩似的，可不行。粉颜色喜欢吗？还？我看那个紫色的，我觉得还行啊。来，你也再来一块这个。刘静啊，洋洋，洋洋，怎么了啊？我忘了拿毛巾了。那我给你拿吧。哎，你卫生间里那条蓝色的，行，是这个吗？啊，对对对，谢谢啊。哎，别，要吧。那个，我妈她啥时候回来啊？周一有个家长会，是您去还是我妈去？啊，周一那时候你妈回来了吧？还是她去吧？行，我回屋了。哎，洋，那个你等会儿，我跟你说点事儿，给你看样东西啊。什么东西？你等。洋，你看，这次期中考没考好，周一还要开家长会，我和你妈呀都挺着急的。来，你看看这个，哎，坐下。哎呀，我就想呀，着急也没有用啊，这个学习一定要讲究学习方法。哎，这个就是爸爸当年上高3的时候学习方法笔记，你看看。爸，您这都20多年前的方法了吧？再说了，您学文，我学理，也没什么可借鉴的。不，咱们学的东西虽然不同，但是学习方法是可以沟通的。行，我回头看看啊。哎，别走，你坐下。今天咱们俩聊聊啊。哎，爸爸找这个本子的时候啊，
就想起爸爸当年高考的时候的很多事儿。哎，你觉得高考难吗？压力大吗？我还行吧，没觉得有什么压力。而且我这点分呢，也考不上什么太好的大学。不行不行，你不能放弃你自己，离高考还有时间，你要努力。爸爸当年能考上大学啊，那是幸运的，当然也不全都是幸运的，也是爸爸努力和实力的体现，对吧？哎，对，你说当年考大学那么难，爸爸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呢？爸爸就是有很好的学习方法。你看，这个上半本呢是爸爸第1年高考的时候总结的经验啊，后半本这个时候呢就是第2年参加高考的时候的学习体会，犯过的错误就不能再犯。哦，爸，您怪不得得考2次呢，瞧着密密麻麻的，看着还真有点成效。那当然了。哇塞，今天怎么这么多主题啊？哪儿了我那书？嘿，还真就这本书哎，还在呢。吐。爸，怎么了？这个交给你，文艺小百科，艺考必备。我跟你讲，当年我考那个广播学院的时候就读这书。定价1块1毛5。哎，这几年的书？你别管是哪年的，我都打听清楚了，35年没变过，就考这本书。啊，这相当于艺考的葵花宝典，而且不用自宫。以后你学习吧。突然觉得一身轻松啊！哎，你看棉花棉花还是强壮药，能促进乳腺分泌，适用于虚弱及老人手脚无力和出血，还治老年性支气管炎。哎，咱们可以弄点棉花吃哈。你说这棉花，就是咱们被窝里的棉花呀？你是真要炼丹吗？吃棉花？哎，这个潘老师不是在群里面说下星期有一个高3的这个家长会吗？我想了一下，还是我去吧啊。家长会的我去吧，我一闲人跟家闲着也是闲着，你好好上你的班。还是我去吧啊。怎么着？你还不相信我呀？不是，这次是心理讲座，我要去学习一下，我怕你听不明白。那你还是不相信我呀？啊？是吗？哎，孩子们，出来看会儿电视，别老那个看书哈，把眼睛看坏了。哎。看电视啊！我让你们看电视。选个片子。改变一下。行，你改变。
来，我给你们看小片子。设置一个错题集，将每次考试卷子上的错题都分类处理。选择题、填空题、解答题分类完，按照型再做归纳。行，您的这个方法我先回去试试，完了以后呢再跟你讨论。我先回去做卷子去了。你别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杨，听我说啊，我刚才只跟你说的是一种学习方法，还有很多种呢，都在这个本子上啊。这个你选一种适合你的，关键是你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啊。还没说完呢。总结教训以后呢，你要从心里边重视的，把它转换成一种学习方式。转换完了呢，你从心里边要总结你的经验啊。你要端正你的学习态度。您早点休息啊。今天没本事，本尊要亲自上阵了。最近怎么样？扎心了，老铁，别问了。怎么了，老铁？最近诸事不顺，我都佛了。佛了？啊？你要出家？啊？开个玩笑，你还年轻。Victor， 你都没参加过高考了，你们车手都不参加高考，我挺羡慕的。我还真是个特例，我高考过。那你高考那一年是怎么过的？想不起来了，就是混过来的，跟爸妈做斗争。Victor， 你跟你爸妈关系也不好啊，我也是。大神，我跟你简直太有共鸣了。就我爸，他刚才还教育我呢，拿他当年的高考经验来跟我讲，你说能一样吗？大人都这样。我记得我那次考得不好，我爸也叨叨我半天，后来我生气直接走了，也没管他生不生气。跟我刚才的情况一模一样，不过我也没生他的气。哎呀，没有潘帅指导还真不行。Victor， 我觉得我跟你太有共鸣了，好多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事，感觉在你那儿也发生过。有机会的话，我能跟大神面谈吗？一定能。你相信我，这一年很快就熬过去了，别跟家里对着干，对你自己也没好处。等你考上大学，你就可以尽情的开车。加油，特种兵！明白了，谢谢你 ，Victor。没事儿，心情不好随时找我。跟陌生人说心事挺好的，也不用担心被周围的人知道。我有点饿了，得找点东西吃。你等我。行。
杨啊，我饿了，做点宵夜，你吃吗？吃。你也饿了？是有点。您做什么呀？你想吃什么？要不然饺子吧，我妈走之前不是买了好多吗？行，我再给你蒸个鸡蛋羹，你稍等一会儿啊。你说也挺巧，我正想吃点什么零食呢，我爸给我做夜宵去了。我在你身后看你嬉闹歌唱，感受你所有欢笑、哭泣和忧伤，却默默数着日子不敢生长。你一点一点走出我的视线，却始终走不出我的思念。走过所有的路，我仍在你身旁，每一朵云都是我对你的守望，小小欢喜陪我们一起经历成长，全新的小世界正等你前往。我的爱属于你，而你属于明天。我会目送你的背影渐渐走远，多么希望你有幸福灿烂的人生，简单的、纯粹的、畅快的小世界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他们为我们好，我们要理解。其实我真的没恨过我爸，我就是烦他打官腔。我喜欢的他都不喜欢，还硬要向我靠拢。我跟他太久没待在一块儿，互相不适应，我也不想气他。当然了，我也不想被他气。刚忙别的事儿去了，你跟你爸说过这些感受吗？开不了口，一开口就变味儿了。要是能选择的话，你还会选择他做你爸吗？就是我今生最大的心愿。哎，爸，怎么回事？爸，您坐上水怎么也不看着呀？这都扑了。刚才有点顺维顾上。哎呀，再煮一锅啊！行行，那给我拿个碗。哎，你别烫我呀！等等，看以后能不能吃呢？
咦？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天然气停了呀？都没出气儿，这个没动静啊？对呀，不可能停啊，这个气儿。看看，哎，表在哪？哎，这儿啊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我看看，我看不清，等会儿给你打亮了啊。这95253，这字儿还多的是呢，没停啊？那怎么回事啊？要不给我妈打个电话？哎，那就定在后天了。对，我们这次换个方向下针。嗯，行，没问题。你爱人还是来不了吗？对，他还在外地呢，我自己签字。好，那我明晚上让护士把确认书带过来，您签一下。嗯，流程还是和上次一样。这2天你一定要休息好，手术还是伤元气的。好，谢谢您。您别太客气。哎。怎么挂了呢？有字儿啊！妈打电话来了。喂。喂，老季。是这样啊，本来呢要跟这个洋洋吃个宵夜，结果那个水扑了，这个火灭了，咱们现在怎么打都打不着，怎么回事？哦，是不是没煤气了？有，洋洋看了，这个表上还好多字呢。那可能是安全阀跳闸了吧？你看看找找。安全阀？什么是安全阀？就是煤气要是漏气的话，它自动跳闸了。你找找看吧。妈，我都摸遍了，没找着什么钮啊。您要不跟我们视频一下？妈妈现在有点不太方便，你们自己找找吧，就在左边。哎呀，就一会儿，你告诉我们在哪就行啊。我给你播视频啊。哎，喂，妈，哎，嗨，是这儿吗？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我记得是在左边的那柜子，是在那个微波炉下面那个柜子，你找找看。哦，微波炉下，是这儿吗，妈？嗯，应该是这儿哈，你看，对。妈，你看是这儿吗？哎呦，太暗了，你等一下啊。不用，给你拿着。你在哪？我在房间呢。妈，摸到了。哟，来，再看一下。妈，你看，是这个吧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那个红色的按钮，你按下去应该就可以了。哎，好了，哎，好了，妈 ，OK 了。好的好的，那就这样啊，你们好好的吃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挂了啊。行了，爸，
怎么了，爸？没事。哎，来。哎，别，我来煮吧，您太不靠谱了。那你别烫着啊。行。喂，现在你人到底在哪儿？我在医院，我可能得病了，千万不能让洋洋知道。爸，这么晚了，您去哪儿啊？哦，我单位有事儿，去一趟。那，你不吃了？哦，不吃了。哎，你吃完了早点休息吧啊。哦，行。你好，张叔你好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想来看看这个2号病房的那个病人，他叫刘静。可是我们现在这儿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，要不您明天早上再来吧？我求你了，他生病了，一直瞒着我，我刚知道。我今天来了，就是来看看他到底什么情况。您是他的？哦，对，我是他爱人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情况。哎呀，刘女士一直跟我们说您在外地出差。行，我明白了。那您去看看吧，不过您抓紧点时间，我们这儿的病人都休息了。刘女士的病房在前面，您直走就行。刘丽姐啊，对，哎，好，谢谢。没事。老季，我得跟你说对不起，这事我不应该瞒着你。到底是哪出了问题？乳腺已经做了钼靶的检查，结果是4C，就是说恶性的概率高，所以要住院做活检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不是还没出结果呢吗？万一是虚惊一场呢？让你们跟着难受啊！你的工作那么特殊，现在都是在节骨眼上的。
我得考虑大局吧。什么时候出结果？前2天做的，第1次穿刺没中，周一还得做1次。老季，你别那么大的心理负担。现在还没做活检呢，还没结果呢。啊，没事没事。我是觉得呀，这些年我对你对孩子亏欠的太多了，特别是对你，每天同吃同住，你生病了我都不知道。我这个丈夫是怎么当的？不提了不提了。不是以前我要是对你关心，提了。你工作上要操心的那么多的事儿，我总得替你分担吧。再说了，这说不定没事儿呢。别那么大的心理负担啊！实在不好意思，2位，我们这儿要锁门了。我可以陪床吗？陪床可以。那您跟我去护士台登个记，然后领个架子床，您就可以睡这儿了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哎了，不陪了不陪了，洋洋还在家呢，咱们得先瞒着洋洋。你要是在这儿陪我，他不就知道了吗？你本来说明天回家，现在回不去了，怎么瞒洋洋？这个你就别操心了，我来想办法。等我下周回家了，这个还我来圆。那明天一早就过来，周一做手术，我过来陪你。哎，你糊涂了，周一是洋洋的家长会，穿刺就是个小手术，洋洋高考是大事儿，总得分个轻重缓急吧。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没事。不是你一个人，我没事儿的。你快回去吧，你回去晚了，洋洋就该怀疑了。那您是不陪床了？不陪了，不陪了，走吧。行，那我送您出去吧。哎。行，那我就回去了。你早点休息。哎。我明天一早就过来啊。刘女士，那是您爱人吧？可算来了。这都是为了孩子，他今年高考，就怕影响了他学习。哦，哎，我也有个3岁的儿子，可淘了。哎，我一直想着，等他长到18，我就应该可以解放了。哪儿那么容易呀？18岁可是一个小孩长大成人的重要时期。当父母的，能不做点牺牲吗？也是。哎，时间不早了，您赶紧休息吧。啊。夜幕下有人留在听故事的酒馆，有人在被几人份晚餐，写下了白天还算亮丽的光环，纷乱回归平常。灯光下我们围坐着细心的交谈，关于明天该如何打算。快乐和悲伤总是来回的切换，都是必经阶段。人生终于跌跌撞撞走过半，幸好我们算过关。每张身份都不敢怠慢，有苦
喂，陈书记吗？啊，下一年度的总体规划和整改方案，我已经让贾主任放到你桌上了。对，已经提前完成了。没有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工作。这不年底了吗？早做完规划，也好更早的开展下一阶段的工作。陈书记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我想请几天假。对，家里出事了，我爱人生病了，正在做穿刺。好，谢谢陈书记。季区长，哎呦，季区长，庄主任，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才听说您爱人到这住院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，不麻烦，我呢也不是刚查完房嘛，就是顺便过来看一看。季区长啊，您也真是，这有点太低调了，怎么着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。哎呀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哦，对了，您爱人呢？第一次的穿刺结果我已经问过了，它主要是这个肿块啊，它这个位置有一点偏，不好下针，所以这次呢，我们安排了最好的医生，也做好了术前的会诊，只要把这个位置稍微的调整一下就可以了，您放心。好的，张主任，那就谢谢您了。别客气。张主任，您先忙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再见。啊。区长您好，我爱人没事吧？季区长您放心，今天穿刺很成功，病理标本呢我们已经送去做活检了。那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？病理结果一般需要7天左右吧，咱们一起耐心等待好吗？好，对，我再问一下，这个手术后应该注意点什么？穿刺部位呢，24小时之内要保持清洁干净，不要沾水。您夫人好像平常体质不太好，要注意给她增强营养，好吗？哎，好的，谢谢您，大夫。是病人家属吗？啊，可以扶病人回病房。哎，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你怎么过来了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疼吗？这麻药劲儿还没过去呢，没什么感觉。那就好。哎呀，都跟你说了嘛，就是个小手术，别过来了。手术前，主任带着主刀医生都来看过我了。洋洋家长会怎么办呢？我就从那边赶过来的，别操心了。那你没找老师单独聊聊啊？今天没碰到老师，没跟他们单独聊。下周抽时间再去吧。但是之前的讲座我是听完了。啊，讲座说什么呀？就说现在高3了，孩子这个压力大，家长呢教育要讲究方式方法。那还说呢，就说有一些孩子呢压力太大了，容易精神上出问题。下午放学呢，学校会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啊，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系列的心理讲座。这个在家长会上呢，已经跟家长都沟通过了，要求每一个同学啊必须参加。主题呢就是认识自己，减轻压力。啊，这个呢还有好多活动，希望你们都好好听，好好参与，好不好？于老师，这个活动要参加多长时间啊？时间不长，你们不能每天都24小时闷着学习，这样会出问题的啊，还是得适当的放松放松。那李老师不用写什么心得体会吧？这主要就是让你们放松的，你写心得体会，这还叫放松吗？讲座为了什么呀？就是让你们放松，给你们减减压啊，不要有任何负担啊。明白。今天下午的活动结束后，
下一次的活动在周3下午，主题是认识家庭。哎，不是老师，我觉得这主题不够好呀。就我们能不能讨论一些比较感兴趣的话题？比如说，如何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，促进和异性的感情？这，哎，不，我觉得稍微修正一下啊，就是在不影响学习的状况下，促进和异性的关系。哎，你俩给我严肃点，跟你们说正经事呢。高3嘛，我也经历过，也是前几年的事儿，对吧？我跟你们一样，视自己的父母为豺狼虎豹，视自己的家为万恶的旧社会。但是呢，你们也不能搬出去，对吧？每天还是得面对父母。要是天天挨骂，我觉得你们也没心思好好学了。所以我觉得认识家庭还是很重要的啊！你们回去跟父母好好互相交流沟通，畅所欲言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减压方式。哎，老师，但是老师，我觉得这样也太浪费时间了。我们应该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学习当中去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说，这样的机会还是留给冲刺班的好学生们吧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次的活动是全年级统一安排的，一个都不能缺席，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同学们，我们今天活动的内容叫认识自己。我想在活动开始之前呢，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心理游戏。游戏规则也很简单，待会儿啊，大家听我的命令，打乱各班的这些次序。大家可以找自己认识的人，每10个人一组，组成一个圆圈，然后大声地向同组的其他队员介绍自己。比如，我叫孙毅，我是孙鹏和高晓芳的儿子。可能大家听到这个游戏的规则很简单，甚至有些幼稚，但是待会儿在活动进行过程中，大家就会发现，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会跟大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发现你同组其他队员有异常反应的话，一定要记住，不要去打扰他，不要尝试去安慰他，给他时间让他释放自己的情绪。记住我的要求，一定要大声的自我介绍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开始。那个洋洋，英子、桃子、磊儿，来，那个大熊来过来。哎，年级经理过来。这可是你们邀请我的。行，别磨叽，废话那么多，赶紧站起来。来，围个圈。来，往前让。我先来啊。我叫方一凡，是方圆和涂文杰的儿子。我叫季洋洋，我是刘静和季胜利的儿子。我叫黄芷桃，我的妈妈叫陶月，我的爸爸叫黄文新，我是他们的女儿。我叫高鹏，我的父母离婚了。我叫乔英子，我的妈妈是宋茜，我的爸爸是乔卫东。对，他父母也离婚了。我叫林磊儿，我是林耀伟和童文静的儿子。我叫王一迪，我爸叫王大柱，是上市公司的 CEO， 我妈叫王晴。李小畅，我是李畅的女儿，爸爸去世了。我是林赛文，我有2对爸妈，名字都记不住，还是不说了吧。我叫何雨红，我妈妈叫吴金星，我爸爸叫何世，我妈叫洪佳。我叫姚子怡，我爸叫姚明。我叫林丽君，我爸爸叫林金平，我妈妈叫李英。我叫朱银娣，我妈叫朱莹，我爸叫朱没想到单亲家庭的孩子有这么多。我叫马梅。一开始我不知道了，我以为就几个。我爸叫周明，我妈叫周坤。已经完成的组可以举手示意。好，第一个活动我们已经完成，下面我们进行第2个活动。形式呢跟刚才一样，只不过内容稍微有一点微调，就是我们大家相互之间不需要说话了，每个人拥抱你左右两侧的队友，时间要超过3秒钟。这个活动我们称之为拥抱疗法，它可以减缓心率，降低血压，
释放有关快乐成分的多巴胺分泌。所以，同学们，你们这时候呢，一定要排空自己心中的杂念啊，不要害羞，坦然的去拥抱你身边的同性或者异性的队友。开始吧。孙老师，你来一下。快帮忙一下！1、2、3，好了。来，俩人来。好。干嘛？降血压。不需要。哎，孙老师，喂，我就是想问一下啊，就是咱们这个活动它具体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拿离我们最近这一组吧，那个同学是不是叫方一凡啊？方一凡对。对，我们可以感觉到呢，他的家庭生活应该是很幸福的。来，他平时跟自己父母之间的关系呢，应该也是比较密切，他自己本人也没有什么孤独感。所以说他在第一个活动中可以大声有自豪地讲出自己父母的名字。但是你再看他第二个活动里边，他跟自己队友之间只是很简短的一个拥抱就弹开了。我们有句老话叫缺啥补啥，他平常在生活中来自家庭的这种安全感已经很充足了，所以说外界释放出的善意呢，他呼应的并不是很积极。而反过来，我们会发现有些同学在第一个自我介绍的环节时候，他的情绪异常，甚至哭了。这说明他的家庭是有创伤的，也许他是来自于单亲家庭、重组家庭，或者从小父母在身边，是老人啊，或者是亲戚把他带大的。他们平常可能看不出来有什么异常，但是他内心深处来自于原生家庭的这种伤害呢，他是有一个长期的修复过程。往往这一类的孩子，他们对于来自外界的善意的举动，会做出很强烈的呼应。真是啊。哎，英子，我发现一件事儿，这磊儿最近有点不正常。你没发现啊？和今天抱桃子的时候明显感觉都不一样。那不是老师要求的。是老师要求的，不过我能隐隐约约的感觉到，他可能喜欢桃子。没有，开玩笑，瞎说的。因为啊，我觉得他和王一迪还是更配。我说这么多你也不说话，怎么了？这一个拥抱疗法，还给你拥抱郁闷了？老师不是讲到原生家庭的影响了吗？我一想到我爸妈，心里就有点难受。你就是因为你爸妈离婚，所以才难受啊？其实你不用难受，我挺羡慕你。你羡慕我啊？因为你有2份零花钱。你看，你爸给你一份，你妈给你一份，我呢就是我爸妈一起就给我1份，还定时定量了。我宁愿只拿1份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一块儿了。我就不明白他们在一块儿有什么好的啊？他们只会在一块儿训你，一起教育你，一起管你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。当时你爸妈离婚的时候，那时候正好咱们初中吧。当时我跟我爸妈说：“爸妈，要不你俩离婚吧？”结果他们把我打了一顿。你有病吧？你不需要你爸妈好好的吗？是希望他们好好的，但是我觉得他们有点不匹配，你知道吧？我爸平时在家就是唯唯诺诺、卑躬屈膝，天天在家就是，哎媳妇儿，吃苹果不？吃水果不？他就是在家一点存在感都没有。
然后呢，我妈就是在家太强势了，天天方一凡起床，方圆你干嘛呢？别磨叽，太强了，俩人一点不般配。所以我觉得他们离婚之后啊，我爸会像乔叔叔对你好那样对我好，不比乔叔叔更好。别开玩笑了，你也别安慰我了，没人希望自己爸妈离婚。是，没人希望。当然了，我也不是开玩笑的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决定不了他们离不离婚，所以我也不想这事儿。反正我以后找女朋友不会找我妈那样，太凶了，多吓人。行，你也别伤心了啊，放平心态，就别不开心了。要不这样，我虽然不信你这个什么拥抱疗法，但是我下午跟磊儿抱了一场，感觉还不错。咱俩能好好抱抱，我就勉为其难让你抱一下，怎么样？不要，抱抱。我上去了。英子，你听我说啊，你不能一直这么不高兴下。一，对你身体不好；二，你天天这么憋着，你能不难受啊？你说出来，它不就舒服了吗？对不对？自从我爸妈离婚之后，我就没怎么再开心过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妈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一门心思对我好，觉得什么事儿都没我的事儿重要。那你妈对你好，你还不开心啊？可她越对我好，我就越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我家里有张计划表，里边写了从早到晚我该干什么，我不能干什么，我都得严格按照那张表上的来执行。我真的快喘不过来气了。我这次期中考试吧，那些题其实我都会，我知道答案是 A， 但我写下去就是 B。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，好多题明明我妈都给我辅导过了，可我就是不想写。咱俩的情况呢还不一样，我呢是什么？我呢是卷子都填得满满当当，就答案都填上了，但是对与错我就不知道。我就是觉得没意思，高三没意思，高中没意思，家里没意思，学校里也没意思，什么都没意思。你听呀，我插一句，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不对，你不能天天想着这个没意思那个没意思，你得想想什么事能让你开心，知道吗？我爸回来就挺让我开心的呀。可是，我以为他永远都不会走了，他永远都可以陪着我。但我现在见他一面，我都要顾及我妈的感受。我爸现在那套房子，就是我们家第一套房子，我就是跟那儿出生长大的。我还记得我们仨跟那儿过了好久。我还记得原来那卧室里有我的一张小床，我全都记得。我爸妈离婚之后，我爸收拾行李，一件儿一件儿的从家里把东西往外搬，我就趴在阳台上看。我看见他在楼底下拉着他的行李箱越走越远，人越来越小。从那之后，我就知道了，他再也不会回来，他再也不属于这个家了。好好想想，这还有人在呢，你想想点什么？好，没事没事，对，不哭了啊，没事没事，不哭不想这件事了不想。
见什么了？你看见什么了？是英子和方一凡吗？是英子跟方一凡吗？哎，别哭了，你买糖吃啊。是不哭了啊？不想这些不开心的事，有我呢。嗯。他俩怎么会抱在一起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是啊，他俩怎么会在一块儿啊？不会要亲吧？我感觉。哎呀，行了，哎，一会儿吧，看着多不好。啊，没事。好了。不哭了，啊，有我。我呢？方一凡在骂在英子后背，不会早知道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这边跟你一块看见的，我怎么会早知道？那怎么办啊？不行，我得挂起来。现在别去，你现在去看干嘛呀？这俩孩子都要面子，现在是大孩子了，不是小孩子了。可是咱们撞见了，多尴尬呀！别刺激他们了。那要邻居看见了呢？这么光天化日的抱在一起，不尴尬呀？应该方一凡回家了，没事儿。那个方圆在家。英子也回家了，那现在怎么办呀？你说呢？要不然你都先回去问问。好，我们去问问方一凡啊。你跟英子，你好好问问，你别急啊，你们俩刚和好，别刺激他，听到没有？我刺激他？你是他刺激我吧？现在算是知道他这成绩断崖式的下滑是怎么回事了。哎，啊，嘿嘿，你跟你儿子前后脚。他干嘛呢，在屋里？那能干嘛？写作业呢吧？哎，刚才那个方一凡说啊，磊磊呀得晚点回来，这学校有大阿姨，等他回来咱们再吃晚饭，好吧？尊敬的童女士，我今天晚上为您准备的晚餐是这个啊，是蒸花鸭、蒸鹿眼、酱鸡腊肉、松茸小卤、清蒸哈士瓦。这么急切呀？急切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出大事儿了啊！我跟宋轩一块儿回来的，我们两个人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在楼道。哎，爸妈，我有本辅导书，好像在搬家的时候在箱子里没拿着，我找找。啊，我帮你找吧。啊，妈，我自己找去。那个凡凡，我跟爸爸我们俩去趟物业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啊，行，你去。哦，对，我们去趟物业。妈，你回来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你怎么也不出点声儿啊？我这不刚从厕所出来了。我给你买的饭。鸡肉串、油饼。我天哪！妈，我爱你。不给你买就不爱我了？也爱。天哪，还有可乐！
现在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回来啊。啊，自己回来的？没有啊，我和方红一块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不是现在天冷了，也黑得早了，妈妈有点担心。妈，过一条马路就进院了。再说了，我们这好多同学都住书香雅苑，我们都经常一块回来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是，你就跟方一凡俩人回来的？他是男孩，更没什么事儿了。本来都是一块儿的，但是磊儿和桃子他们找老师答疑去了，所以最后就我们两个回来。哦，对了妈，我一会儿得找磊儿去对趟题。哦，找林磊儿啊？哦，对题哈。去。腻不腻啊？我给你弄点汤去吧。马上好。好。我问你，你儿子今天回来的时候，什么心情啊？什么心情？心情？什么意思？心情？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？沉重还是比较轻松？他是，那我没注意他心情什么样。反正他就进屋了，进屋就说爸我回来了，然后到冰箱拿了什么饮料，又拿饼干，说肚子饿了就回屋了。不是，你再想想呢？他回来嘴里哼着歌，应该是心情还不错吧？哼歌，哼什么歌啊？哼的，好像是好汉歌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风风火火走九州，好像还唱了什么你是我的小苹果，我没记住。那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方一凡谈恋爱了。啊？谈恋爱了？对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咱走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再见啊。哎，再见。走楼梯吧。来，汤来了。谢谢妈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！你要不要来一串？哎呦，我可不吃，闻着油了吧唧味儿都难受。你也少吃点啊。吃饭就好好吃啊！本来时间就紧，还看手机。我这不是问问磊儿回没回来吗？您就别管了。哎，方一凡谈恋爱啊？方一凡谈恋爱，他瞎折腾是吧？不可能啊！方一凡不是，再说他18岁谈恋爱也是正常的呀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18岁就谈恋爱了？你谈了几个？是不是都随你了？不是，我18岁什么也没谈过。我跟你说，我谈恋爱都是吹牛呢。我那会儿正想着考政法大学，天天忙得跟狗似的，哪有时间谈恋爱啊？方一凡谈恋爱，我不太相信。他这人心智发育都不成熟，谁跟他谈恋爱啊？还是那个什么桃子？不是桃子，是英子。谁？英子？是英子。我跟宋茜，我们俩回来，看见这俩孩子抱在楼道口呢。在哪儿？在楼下，我俩都急疯了。他跟你，你看清楚了吗？废话，我儿子我能看不清吗？抱一块儿，他跟英子。英子抱着方一凡，方一凡抱着英子。哎，他俩抱着，脑补一下那画面，倒也还挺和谐的啊。
哎，其实他俩还挺配的，宝一高原，你别闹了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什么节骨眼上啊？啊，他现在谈恋爱，那就是自毁前程，你明不明白啊？是，我承认，这到了高三要是一谈恋爱，那高三基本就毁了，大学甭考了。但是，你这就凭这么一报就认为他谈恋爱，这也不是很准吧？这个我也是这么跟宋健解释的，我也这么劝他的，可是你信吗？我都不信。宋老师什么反应？不气炸了？你要是我的女儿被这么一报，我也得气炸了。人家是女儿，你怎么还重男轻女啊？我不是重男轻女，女孩子心思比较细腻啊，容易陷进去，在感情的世界上本来就容易受影响。那你说，你要是乔卫东，你怎么想？我要是乔卫东，我有个女儿是乔英子，我女儿被方圆的儿子给，那我非得把方圆杀了不可。那不就得了？你说现在宋茜也不好主动去问英子，你说咱们也不好直接去问法问吧？是，他问肯定是不能问，你就不管是还是不是，他都不会承认的。再说也不是，你问了他也尴尬呀。那怎么办？怎么解决啊？这事这样啊，咱先了解清楚了，他到底是不是真谈恋爱了？我问你啊，他俩怎么报的？你要是平常人这么报一报，你怎么就认为是谈恋爱？这很正常。不是，我是方一凡，我是英子啊，你是英子来。他就是这样，搂着的这个头发靠得特别近，你知道吧？那英子抱他了吗？抱了，也抱了方一凡了。对，也搂着。这个方一凡还妈撒他。小姨。蕾蕾回来了哈。回来了。那个你们在这干嘛呢？我们俩这要去趟物业。对。那我先回去。好。对。你找着没有？这样还小姨问你哈，那个你哥在学校平时都跟谁关系比较好？女孩？英子。是英子是吧？那他跟英子平时都玩些什么？聊什么呀？他们俩单独在一块儿倒比较少，都是我们3个一块儿行动的。就平常下课聊个天儿，然后一块儿吃饭，一块儿回家什么的。那他有没有什么就是说特别的动作呀？就是显得关系特别好啊？什么就是就抱着呀、搂着呀，是拉拉手啊什么的，就是比较。就有没有什么就比较亲密的动作？对那倒没有，他们俩老是互相一块打着玩儿。小姨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因为我想嘛，就是我不是怕他跟女孩这个就是是吧？要是跟英子就没事了，跟英子好朋友嘛，对吧？行，没事了，那我知道了你别跟英子和凡凡说这事儿。好，那我先回家了。好，去吧别锁门啊，我们马上回来啊。好。我刚刚是不是说的太直白了？这个磊儿会不会怀疑啊？不会，没事。蕾蕾，我跟你讲，他这孩子除了大脑发育，别地儿都没怎么发育，他感受不到，没事。那你说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好上的？会不会就是高中，所以成绩才会下滑？其实这事儿还是赖咱们俩。你说那个时候他们小，打打闹闹，搂搂抱抱，咱们都没当回事儿。我觉得是咱们的问题，是咱们疏忽了。这个事情是可以预防的，不应该发生成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关键这俩孩子吧，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你都是小孩，咱就没想过谁是男的，谁是女的。是啊。突然有一天，你分出男孩女孩了，方一凡，跟乔英子俩人，他当年搬家不是为了那个什么桃子吗？什么桃子李子，这都是障眼法。他老说英子像个小男孩，这也是障眼法。英子是男孩吗？哪像男孩？英子这么秀气，有男孩扎马尾巴的吗？是不是？那天他们游泳池穿那么少，抱一块了，那会不会他们接吻了？哎呀，那要是接吻的话，他们会不会那个什么了？那怎么办，黄远儿？去，你是联想公司的？不是，你这怎么着啊？他们俩，你看他们俩拥抱了，你就想他们俩开始接吻了，那种接完吻之后就那个了，不能这么联想。那满大街尽是那种拥抱的，蒙着眼睛拥抱疗法那种，多了去了，那都是谈恋爱呀。你不能这么想。那个拥抱和这个拥抱能一样吗？这搂这么紧。他摸英子后背，跟你摸我一模一样的。对，方一凡
跟乔燕子那个了。哎呀，这真是那个，那还真是麻烦了啊！要是真那样的话，那宋健和乔卫东不得把咱家给炸了？宋健一直催我，给我发了好多微信，哎，咱们去找他商量商量。妈，那个磊儿回来了，我得赶紧走了，就先不收拾了啊。甭收了，我帮你收吧。拜拜。哎。英子，来了，哎，别关这个门啊！小一、小英他们去那个物店了，你别锁了，给他们留着点。宋倩，宋倩，这第17题啊。还有关于做章的这个题。我做这种题之后呢，一般都是自己先画一个做章，把1、2、3、4象限画出来，都标出来，然后你再看它组织，做到最后一问的时候。哎，英子，你说你来你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来，到时候我多给你来一杯。那你就喝我的吧。来，这什么味儿的？桂花乌龙，新口味。没加芝士吧？没加。哎，磊，你帮我把这份也写了，谢谢啊。哎，不是表哥，怎么样？哎，你别喝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是一块儿回来的吗？对啊。电话怎么看？出去吧。哎，谁给我留点？表哥，你这自己写呀。宋阿姨。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阿姨。喂，宋倩。喂。阿姨。哎呀，我找你童阿姨有点事儿，啊。阿姨。哎，你爸妈呢？不说话呀？哦，阿姨，我刚回来的时候，他们要去趟物店，听着在咱们家呢。我就回来了。阿姨，您坐。宋倩，宋老师。我也很谢意，我就回来了。哦，物业是吧？哦，那我去物业找他们。正好我也要去物业。我们继续对付。哎，你们在哪儿呢？你快上来，我们在你家门口呢。哎，好，马上来。好。一根吸管啊？对呀，英子跟方一凡用同一个吸管喝同一杯奶茶。意思就是一杯奶茶插了一个吸管，方一凡喝一口，然后递给英子喝一口。对呀，我亲眼看到的呀。哎呦，那这等于唾液都交了。行了，你别着急哈。那你说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不就是谈恋爱吗？这不就是早恋了吗？反正我跟方圆商量了，如果他们俩真是恋爱，我们坚决反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坚决反对。必须得反对。是，肯定的。这样，我提个建议好不好？这事儿咱仨在这商量没用，要不然把乔东也叫来得了，毕竟他是英子的爸爸。你说这，要不然咱商量完了还得传达来传达去的，耽误功夫。你别让他过来了，他还不够过来裹乱呢。哦，行。
叫他过来吧。行，我再打电话给他。行，那叫来吧。什么？俩人抱一起了，还喝一杯奶茶用一个吸管？老强，你先别那么激动，你听我跟你说这个，不是方圆，我告诉你啊，俩孩子要谈恋爱了，我饶不了你。你嗓子喊哑了，你先别，这不能根据咱看见东西脑补那些没看见的东西吧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谈没谈恋爱，这现在还说不清楚呢。方圆，你是儿子，这事儿你得负责任。我是儿子，我承认我是儿子，不是我是儿子，我是有儿子。哎，行了，反正我就想说啊，他们现在是高3，而且都没成年呀。我们家肯定不允许谈恋爱，在我们家也不允许。你放心啊，他要是敢谈恋爱，方一凡，我打断他的腿。对。而且是这样，这个拥抱啊，它有很多含义的。那街上不还有这种抱一抱求安慰那种拥抱吗？再说他俩用一个吸管喝那个奶茶是吧？这个也还算正常吧？算正常吗？算正常吗？不正常，这不正常。行了，我们理智一点，不吵了哈。分析，倩，我问你，除了这个用一个吸管这个事儿，你发现英子还有没有反常的表现？那倒也没，不是，我也没有专门观察过这个呀。哎呀，要不然我去找找他有没有日记什么的。哎，这不好，这毕竟是孩子的隐私，这不合适。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什么隐私？我是他妈，当然可以看了。行吧。英子手机没拿啊？手机没拿。真没带呀？就不知道密码。英子的生日。你试一下。不是。你的生日。我的生日啊。不是。试一下我的生日。哎，怎么可能呢？哎呀，试一试。不是。就说不是。有没有可能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试一下。对，试一下。可以试试。要不是，就还有一次机会，要不就锁屏了。那个有没有可能是方一凡的生日？有可能啊，两个孩子谈恋爱呢，用男朋友的生。我试一下。不是。要不然，现在锁屏，等会儿再试。别，你这要是锁屏，你再试，锁的时间更长，一会儿英子回来给发现了，那露馅了。我觉得这样吧，如果他们俩真的谈恋爱了，你晚上就把方一凡的手机给打开。你打开。行吧。好吧，看看他那有什么东西。哎，你们怎么能弄开？啊？反正他有办法。悲剧之父海斯库罗斯这么写，不知道悲剧之父说的来历，这是俄罗斯的古希腊悲剧诗人海斯库罗斯的著作。海斯库罗斯，其实大题干里面是他是喜剧之父。只要你通过推出第一问之后，有已知下一题的已知条件之后，才能推出来用这些条件。太鸡贼了，这个知识。哎，磊儿、英子，你们快过来看一下！别烦我们对题了。不是，有贼，真的！不是，快过来看，我一会儿跑了。哎，就这，这底下你看，这是谁家？这谁家呀？这不季阳家吗？啊！那怎么办啊？你跟季阳说呀，我得赶紧给季阳打个电话，跟他说一声。打什么电话？一会儿贼发现了。那我发文字。这时候应该怎么办？报警！我来。不，这样来不及了，咱们现在就下去，咱们现在下去告诉他，快点！不是方一凡，你别去，太危险了。等等我。
我们都已经报警了，这太危险了！不是，听我的，俩人快敲门。表哥，没动静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不会，我相信景安，而且我还看屋里灯还是亮的，没事。等警察来了再说好吗？真的太危险了，你们不走我走。哎，不行，那我们也得通知蒋医生，万一真出事了怎么办？哎，景阳，景阳，哎，嘘，小点声。怎么了？小点声。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家里进贼了。贼？不可能，哪有？你小点声，我没骗你。你爸妈不在家吧？不在啊。走啊！哎，干嘛呀？你怎么还要走啊？咱们4个人，他1个人，咱怕他干嘛呀？啊！而且我有这个。上。这儿客厅这儿没有。哦。哎，你有手电筒吗？出来！哪有贼啊？表哥，这窗户开了，他肯定是从这个窗户逃走的。洋洋，你看你有什么东西丢了没？东西应该都没丢，但是那个东西是被谁给拿下来了？这东西原来在哪儿的？墙上的。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？哎，你们看，短周期元素原子半径和原子序数的关系图，这是化学题。洋洋，这是你写的吗？不是啊。还是个会写题的贼。我怎么觉得有点瘆得慌？识别，密码也不知道，扫脸，扫他的脸，让他睁眼，我教他。儿子，儿子，行。那个什么，你做噩梦了啊？没事儿，刚说梦话了。
睡吧，好睡吧。关门。找着了微信，怎么样？叫英子。我这查弄，看微信，叫英子。英子怎么着？今天880开心了吗？开心好多。以后心情不好，随时啊770我也没意见。这880和770是什么意思啊？估计是个网络用语，你让我查一下。880是什么意思？880就是抱抱你啊，770估计是什么你吧，770。什么意思啊？亲你。我说的吧，有抱抱就有亲亲，有亲亲就有那什么。我知道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？刚说好的改变方法，你不改变方法吗？你不能直接冲着跟他嚷嚷吗？我之前说是要改变，我现在怎么改变？这都实锤都早恋了，我还怎么改变啊？就是因为实锤了，就是因为他早恋了。你现在实锤了，就更得改变了。你得注重方式方法。现在咱俩谈没用，你知道吗？得找宋宪、找乔越东一块儿谈。你现在着急没用，你先别着急呢。你先把他手机给我，我给他搁回去。别他一会儿他再发现了，你偷看孩子手机，这还是不行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来啊！你赶紧吃，走，走了。好。凡凡，你先别去上学，你先坐下。对，那个磊儿，你跟老师说一下，没事，你去上学。然后那个方一凡可能会晚点去，家里有点事儿，回头我跟老师解释。哦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去吧啊。哎，英子啊，你小姨和小姨夫在吧？在，叔叔阿姨。来。喝点茶。别忙活了。走，老乔。妈，你们这到底要干嘛呀？对，有什么事赶紧说，我们一会儿还上学，要不然迟到了。都别着急啊，今天这事儿不说清楚了，都先别急着上学。你俩谁先说吧？说什么呀？对，说什么呀？啊，那个，啊，你把你手机拿我用一下。干嘛呀？走。哎，不是，你看我手机干嘛？这坐，你坐吧。啊，对，这是你跟英子的微信，对吧？英子怎么着？今天880开心了吗？开心好多。以后心情不好，随时啊，770我也没意见。你翻我手机？你别跟我说，翻我手机干嘛呀？坐着。不是你动我手机，你不跟我说？偷看你手机，爸爸就关心你。你坐下。我问你把这解释。对啊，什么今天880，什么770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说。什么叫880？那是你说880什么意思？我发这怎么了？880什么意思？问你了？还有那个，你先回答什么叫880？抱抱你。那770呢？亲你。你要亲谁？你要亲不是，叔叔，你听我说呀，这种朋友之间一个问候，比如说英子今天不高兴了，我说我抱抱你，摸摸头，然后这个亲就么么哒的意思，就朋友之间一个语言术语而已，很简单。
好，我先不说这个。我问你们俩，昨天放学以后，你们俩在1楼那个电梯间，你们俩那是干什么呢？1楼电梯间。对，你们俩楼下在电梯间干嘛了？干事。哦，你们看见了呀？哦，你们就因为这事儿把我们俩留在这儿啊？不是，你们不会就因为昨天我跟方一凡在电梯间抱了一下，就怀疑我们俩早恋吧？不是以为你们早恋，对，知道吧？你这个你们两个人在你发了个8807770，这是门口，然后你拥抱脸啊，你跟英子你们俩搂在一块儿，一男孩女儿子光天化日下，你要谈恋爱，这个下在小区里面搂搂抱抱的，你让妈妈怎么想？这门口，哎呀，你们别说了，我们听谁的呀？你们一个个说，我们回答谁的呀？我们真的没有早恋。对，我要是早恋了，我这辈子光棍。对，我要是早恋了，我这辈子都考不上大学。哎，别说这种话，这是赶快拍木头，说拍，快！你瞧瞧，你们俩都不用发这种毒誓啊，什么打光棍啊，考不上大学，这哪成，对吧？关键是这个事情，你发个微信8807770是吧？啊，宋庆阿姨还有妈妈在楼道里看见你们俩人在这搂在一块儿，你说这是不是会认为你们俩那个这俩人那什么了呢？这样，你把这事你给解释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就是学校有个心理讲座，说有什么拥抱疗法啊，说压力大的话抱一抱就好了。这不英子正好情绪不太好，心情也不太好，我说抱一下，这都是哥们儿之间的。有这么个事儿吗？他们学校是有个讲座，我们俩也去了。对，但是没说有什么拥抱疗法呀。哎呦，你们不信可以去问李老师。那行，那这样解释的话，那倒是说得通，那也没什么事儿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事儿？他们说什么你就信？方圆，你们家是儿子，我们家是闺女，这出了什么事儿我们吃亏。瞧，咱现在没这说人家俩人谈恋爱，人家说没谈，怎么跟儿子闺女什么关系？你先别说，好，你先别说。我问你，方一凡，今天当着叔叔阿姨的面啊，爸妈面，你实话实说，你对英子到底有没有非分之想？有就说有，没有就说没有，一点儿都没有。我对英子从小就是把她当做一哥们儿。你们也知道我性格，我要是谈恋爱，全校都得知道。当年我为了追桃子，给她照相，湿湿大火爬那么高的顶棚，摔了差点摔死了，我根本一点都不怕。我要是追她，你们早就知道，全校也知道了。不是，你当年是为了追桃子你才爬上去的呀？你怎么什么意思？你说你上我以为你为你是为了全校同学照顾呢。方一凡，行了，你胆也太大了！行，你先等会儿，干什么呢？这跑题了。我也不知道我那会儿。不说急了，说跑题了。说这么急。英子，你跟爸爸说，你有没有要跟方一凡谈恋爱的想法？我是学习不够累啊，我还是这乐高不好玩啊？我哪有那闲工夫谈恋爱啊？我认真跟你们说吧，我真的对谈恋爱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更别提方一凡了。方猴，你别以为你把我当哥们儿，我就把你当男的了。他还没我爷们儿呢，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呀？我怎么就不爷们儿了？你先别说话。但是呢，我是认真的，把他当我的好朋友的。他如果有什么难受的事儿啊，需要我的安慰啊，我嘣儿都不打，我就给他一爱的抱抱。我没把他当异性看，真的。那我问你啊，你们这个拥抱疗法是不是应该在校园之内进行的？那你们为什么回到小区了，还搂搂抱抱的？就是那你们回了屋子再搂搂抱抱，那成啥了？我那不是心情不好吗？他就抱我一下。你为什么心情不好啊？妈，你是不是就是不相信我呀？不是，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，英子。是宋庆阿姨说的对，方一凡。妈，你也不用说了，我看明白了，从头到尾你们就不相信我们俩，是吧？你非要把我们俩撮合在一块儿，是吧？行，我满足你们啊！从今天开始我们在一起，我们牵手成功了，满意了吧？哎，什么？哎，方一凡，你先分了。对，这个是你们逼我的。哎，闹什么呀？你给我下！方一凡，是不是不能说你了？谁说不让你们谈恋爱了？
不是不让你们谈恋爱，是让你们现在不许谈恋爱。你们俩，你们上了大学随便你们谈，你们想怎么谈怎么谈。不是，我是说上大学也不能。这上了大学你也不能跟方一凡谈恋爱。想都没想过跟他谈恋爱。这老乔，什么叫不能跟方一凡谈？现在不是道歉，我的意思就是说呀，两个孩子上大学也不能耽误学业。不让他们谈，我没。你不是说不能谈恋爱？我的意思就是大学不能谈恋爱。谈恋爱吗？现在？方，现在根本就不能提这个事儿。你为什么要认为是方一凡的事儿？我是打一个不是，不管这么说。上来这啊！